欢迎来到中华史略，我们将为您呈现一段全新的历史旅程。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，这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应该都听过的一句古诗，也因此记住了飞将军李广这个人。作为汉朝最著名的将领之一，他历经了3代皇帝，一直战斗在抗击匈奴的第一线，且不论战绩如何，一生跟匈奴打了大小70余仗，却一直没有能够真正的被论功行赏，最终留下了李广难封的世纪之叹。这究竟是因为他运气不好，还是实力不济？那么为什么一生没有能够封侯加爵的李广，又得到了后世文人那么高的评价呢？李广的先祖是秦朝著名的将领李信，没错，就是游戏《王者荣耀》里面英雄李信的原型。李信在秦国消灭燕国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俗话说将门虎子，出生在这样的家庭，李广从小就学习武术射箭，很快就展示了军事天赋，特别是出神入化的射术，让他年少成名，也自然而然地追随着自己的父辈祖辈走上了戎马生涯的道路。汉文帝的时期，面对匈奴的入侵，李广和每一位热血少年一样，一心想要在战场上建功立业。从小养成的武学天赋和军事才能，很快就让他在军中崭露头角，杀敌无数，很快就被皇帝封为侍郎。虽然汉文帝也很器重李广，欣赏他的才能，但因为在汉文帝时期，天下很安定，真正的大规模战争并不多，而当时的皇帝又是上文的汉文帝，所以李广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晋升，也没有得到进一步展示自己军事才能的机会。随后继位的是汉景帝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李广才算迎来了自己大展身手的机会。他先是被任命了陇西都尉的职务，后来又被任命为骑郎将。由于当时汉景帝发布了削藩令，爆发了诸侯国的七国之乱。当时担任着骁骑都尉职务的李广，在著名将领周亚夫的麾下担任先锋，打击叛军。不过在战争结束之后，李广只是被授予了一个太守的职位，与封侯加官上有一定距离。在文景之治中难以以一个武将身份出人头地的李广，终于熬到了一位尚武的皇帝汉武帝。到了汉武帝时期，一改前朝重文抑武的风气，汉武帝开始积极的对外战争和扩张，特别是改变了各种讨好和亲拉拢匈奴的政策，改为主动出击。汉朝与匈奴的各种大规模长期性的战争，给予了武将最好的展示自己的舞台。公元前129年，汉武帝发动了自己的第一次对匈奴的大规模进攻，李广和卫青等其他几位将领分头出击。结果李广不幸遭遇的是匈奴的主力部队，士兵数量远远多于自己，几乎全军覆没，而李广本人也被匈奴活捉了。后来又侥幸逃了出来，回到汉朝，虽然没有被斩首，但因为兵败被贬为庶人。到了公元前123年，重新被汉武帝任用的李广和卫青一起再次出兵进攻匈奴，虽然是偏将军，但却没有立下什么战功。又过了3年，李广和张骞分兵共同出击匈奴，结果才走了几百里路，李广就遭遇了匈奴大军，被包围了。由于张骞的援军来晚了，李广的部队一直鏖战到几乎全军覆没，才等到援军侥幸解围。回到朝廷后，因为功过相抵，李广既没有得到奖赏，也没有被处罚。时间一晃到了公元前119年，这时汉武帝最为倚重的2位武将是史书上大名鼎鼎的卫青和霍去病。这一年，汉武帝让卫青和霍去病2位最得力的干将，分别率领5万骑兵，发动对匈奴的战争。这一年的李广已经超过60岁了，但仍然请求要随军从征。一开始，汉武帝因为他年纪实在太大，并未同意，后来经不住李广再三请求，才勉强同意。这一次是李广第70余次和匈奴作战，也是最后一次与匈奴的战斗。当时汉军从抓到的匈奴士兵那里知道了匈奴单于所在的地方，于是卫青就让李广从东边出发，虽然路比较远，但能够形成包夹之势。但李广并不愿意绕远从东路出击，而是主动要求打先锋。虽然卫青不同意，但李广还是自顾自地出发了。结果走到一半又迷了路，结果卫青都赶到了交战地，李广却还在半路上。在这一战当中，卫青没有能够活捉到匈奴单于，在回兵的途中才遇到了李广。不听将令的李广自知理亏，
按照当时的军法，如果上报朝廷，以汉武帝的一贯的风格，李广也难逃死罪。最后，他在军中自杀，结束了自己与匈奴苦战的一生。翻看李广的一生，虽然一辈子都在跟匈奴作战，为国家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但以他的战绩看，确实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。那么，为什么他的名气还这么大？史学家司马迁曾经评价李广，说他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，但是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著名诗句更是深入人心。相比而言，与李广同时代的卫青、霍去病等人都没有达到李广这种被人用诗词传唱的高度。但如果我们翻阅史料，会发现卫青、霍去病的战绩与李广不是一个量级，基本没有可比性。那为什么后人传颂的却是李广呢？首先，这就要从当时的史学家司马迁说起。一方面，卫青和霍去病都是外戚出身，这对于司马迁这种世家出身的读书人，无疑是不受待见的。另外一方面，卫青和霍去病被汉武帝重用，说明汉武帝任人唯亲，只不过是运气好，这两人正好可堪大用。司马迁本来就不喜欢汉武帝，再加上了自己又是被皇帝处以宫刑的，对于卫青、霍去病的不屑，以及对于李广的大力推崇，有很大这方面的原因。我们翻阅如今的史料，对于李广的生活、家庭、细节、情感等方面的描写不胜枚举，但对于卫青和霍去病，虽然是名气很大，但只有一些关于他们带兵打仗的宏观描写，根本没有描述性的文字，这与司马迁这位史学家为后人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。历史上对李广的欣赏多出自文人，兵家少有对李广的赞誉之词。李广一生对匈奴大小交战70余次，皆以力战为名，能够拿上台面的胜仗却屈指可数。史书记载的更多是个人英雄主义的行为，如夺马出逃、神功切敌、力射石虎等等，而损兵折将、兵败不敌的次数却不少。李广自己也认为不为后人，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从不落在别人后面，却没有半点够封侯资格的军功。明代黄纯耀评论，李广非大将才也，行无不武，人人自便，此以逐利成变可也，遇大敌则复矣。评价李广虽为名将，却非良将。明代大儒王夫之更是评论李广为或喻于士大夫之口，感动于流俗之心。李广终生不能封侯，以至于被后人评为运气不好，其实和他治军不严、缺乏管理才能和战略眼光，导致军功不够，是脱不了联系的。但客观的看，李广确实有一定的能力，年少成名，他也有报国的忠心和志向，把自己的一生都用在了抗击匈奴的战斗中，这也是后人最为推崇李广的地方。但李广这一生并没有太多能够拿得出手的战功，特别是他的性格属于比较冲动和冒进的，在很多次战役中都只是逞个人英雄主义，不听从指挥，不服从大局，最终也导致了他一生难封的悲剧事实。最后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订阅本频道，并在留言区留下您的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